一下关于建构底胶，彩色的建构底胶。那么对于单色来说，很多同学在去涂颜色的时候会遇到颜色涂不均匀，或者是建构之后再去涂颜色可能会比较繁琐。很多同学说，那我平时收费并不是特别高，那我想要节省更多的时间，一些本甲操作的客户那么他的条件也比较好，那我去做一个建构再去涂一个颜色，是不是时间上它就有一些长了？那么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彩色的建构底胶，也就是说它既是底胶又是建构胶，还是单色的色胶。那么这节课来跟大家去演示一下这个彩色建构底胶。那么关于底胶来讲，刻模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在没有彩色底胶之前，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网络上跟大家去科普关于刻模的重要性。那么在这节课的后面会给大家单独讲关于刻模和保软本甲应该如何做保护和建构的。那么现在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刻模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彩色底胶的建构和颜色。很多同学对于彩色底胶觉得不够信任的原因是它带颜色能不能建构之后还可以照干，所以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它的建构高度，以及建构之后能不能照干，照灯多长时间才是最合适的。好的，我先涂一下护甲练习胶，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彩色底胶做后的建构是否能够照得干。护甲练习胶挥发至完全干燥光滑的情况下就可以涂胶了。那么表面上你摸上它没有任何的粘性，就说明它是挥发完全了，大概时间在1分钟左右。建构操作的标准是第一遍薄涂找范围，范围只要找到干净，我们后面做建构的时候，原则上无论涂多厚的胶它都不会溢出来。那么首先就是指尖朝下然后我们取大量的胶珠放上去，因为现在我们做的测试要做后建构的测试。大量胶珠放在指甲后缘，这样的话由于重力的原因，我们的胶就会往指尖走，不容易留甲沟。然后把胶珠轻轻带到指尖，铺满整个甲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流平性比较好的胶随便带一带它基本上就可以流平了。接下来呢，我们用小笔去找一下它的高点，甲床中心点就是我们所要找的高点，笔锋轻轻的拎起我们的胶的顶部，去把它带到我们的甲床中心位置就可以了。翻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流平了。那么在本甲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它同时兼具建构、流平、单色、底胶3个功效合一的功能胶，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时间。接下来我们来照灯。平时呢，大家没有做这么厚的情况下，我们用到的照灯时间是1分钟，但是呢，这个我做的比较厚，我就给它多增加了30秒。我们用局部棒找到底胶的边缘缝隙，把这层底胶剥离开本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已经完全照干了，看到了没有？它已经完全照干了。这个是我之前做的测试，它是完全照干的状态。好，对于零基础的同学，我们来再详细学一下关于建构。首先，建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薄涂找范围。找范围最重要的就是边缘一定要干净，不可有淅淅沥沥的感觉。如果边缘不干净的话，我们做出来的建构边上就看起来像缩胶一样的即视感。所以边缘的查找是在建构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找好范围之后，我们取适量的胶珠放于甲面后缘的位置，往3边去推胶。接着将胶珠往指尖左右两边滑带，直至铺满整个甲面。然后我们用毛尖会拐弯的拉线建构笔，把3边细节的位置找一下，可以预防平头笔碰到两边的皮肤。接着倒置，我们去找一下高点。高点呢位于我们的甲床中心点，笔锋轻轻带动胶珠，把高点放置甲床中心位置，就完成了建构。好，翻转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灯柱。非常漂亮，这个是蜂蜜棉花糖的颜色。蜂蜜棉花糖它是一个浅浅的发灰调的香芋紫色，它是莫兰迪色调当中的灰紫色，浅灰紫，比较适合非常温柔的纤纤的小姐姐。接下来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欧美棕，它的这个色调呢就非常的高级，适合比较个性的喜欢偏欧美风的裸色调的小姐姐们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洋气，很洋气，非常的洋气。我们的主涂色就是这个颜色。接下来是超显气色的玫瑰粉色，这个颜色也是绝对王炸，很显气色血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给大家做的避免保染甲指尖分层的案例当中，就是用的这个颜色的胶，真的特别特别漂亮。建构色胶，那么建构底胶这个颜色真的绝了，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然后就是藕粉色，它是一个偏浅的裸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裸肤色，做法式的打底色，
非常好看，给人一种肤若凝脂的感觉。婚纱白这个颜色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真的是一个浪漫的婚礼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说是做婚嫁的小姐姐喜欢这种比较简单的款式，直接用它单色做建构绝对非常漂亮，是一个非常显气质而且很高级的白色。平时我们涂甲油胶涂白色涂不匀的，可以直接用这个颜色去做建构，它的白是很高级的白，它的白是可以让你的手感觉发光的白。这个粉色呢叫婴儿粉，它是一个非常淡的粉色，那么浓缩起来的话，在罐子里看起来很显色，但真正涂到手上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嫩的淡的乳粉色，它也非常适合做法式的打底色。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非常适合夏天的马卡龙紫色，这个紫色是我为数不多喜欢的一些油彩色，因为紫色通常会显得人比较黑，但是这个颜色的话，它不仅不显黑，还非常彰显气色，比较适合很可爱或者说是想要做点缀的一些跳色的一个单独的浅色系的马卡龙紫色，饱和度很低，很显高级。接下来呢，还是一个偏裸色系的，那么它是偏咖色的裸色，它的名字叫做奶咖色，跟奶茶色的颜色比较像。那么这个颜色呢，它非常显白，跟后面的浅卡其色，它是一组 Burberry 风衣搭配色的颜色。这个就是浅卡其色，就是跟前面的奶咖色搭在一起，有点像 Burberry 风衣的搭配色调。这个颜色呢，它比较偏秋冬，那么在夏天使用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一些透明的胶质或者说是建构胶作为调色，把它调的稍微透一点作为建构来使用。如果你的调色用的是加固胶或者是流平胶的话，那么你在使用之前一定还是要用单独涂一层底胶再去做建构，不建议大家用底胶去做调和，因为有可能不同品牌的底胶它不是特别融合，那么有可能会影响彩色底胶对于本甲的附着力。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调色，这两个颜色饱和度给大家做的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就是偏实色的感觉。那么有些同学说，老师，我觉得在夏季去涂的话，可能颜色相对来说比较实了，那么它们的这么饱和的颜色可能更适合秋冬。那么教大家一下怎么样去调色，调低它的饱和度的胶用到的是罐装或者是瓶装的建构胶，也就是你们的流平胶或者是加固胶。那么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用底胶去做调和？是因为这款彩色底胶给大家做的是比较强的附着力那么如果说不同品牌它的这个基料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你作为底胶去加了其他的品牌底胶，我这边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达到非常好的附着力，或者说是它不会分层起翘那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大家用加固胶去调。那么调和过之后，我们的饱和度降低了，它就是一个彩色的建构胶，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彩色底胶去用了。那你用之前就需要再去薄涂一层底胶，这点大家要知道。你说老师，我那个就用自己的底胶我去做了它没有分层的情况，它也不会掉，牢固度也很好，那我就用自己家的底胶去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这边官方给到的建议是因为每个品牌的底胶它的基料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你用的是加固胶或者是流平胶的透明胶去做中和降低它的饱和度。如果你当下自己测试，你家里的底胶跟它做完之后当彩色底胶去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没问题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比例调配大概是多少。这边给到大家建议的比例调配是50%，如果夏天去做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实。来看一下它的颜色，我们首先来调一下这个紫色的彩色的底胶跟我们的建构流平胶的比例是1:1，我们来看一下它做出来的这个建构是什么样的颜色好，那么这个颜色呢，就是我们用1:1的比例去调出来的淡紫色，马卡龙的浅紫色。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比较浅一点的，比较偏夏天一点的，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加固胶去调和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颜色。就是我们浅卡其色去1:1调和之后的颜色的显色比例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酌情选择调色比例。好的，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9个颜色。首先呢是马卡龙色系的白色、婴儿粉以及马卡龙的紫色，然后中间的这3个呢左边的这个叫做藕粉色，藕粉色非常仙女的然后这个欧美棕呢非常个性一点，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欧美棕就是我们主图上的那个颜色，就是欧美棕。然后还有就是玫瑰粉，玫瑰粉的话是偏红调的，红棕调的一个颜色。然后蜂蜜棉花糖也是一个偏裸色并且偏透一点点的一个香芋紫，但是是非常淡的香芋紫
啊，然后还有我们2个Burberry的这个色调的颜色，一个是卡其浅卡其，还有一个是奶咖色。所以说这9个颜色作为单色来去涂布或者是做建构，当色胶也好，当建构也好，那么都是 OK 的。但是呢，彩色底胶它不具备塑形能力，因为想要跟本甲抓附比较好的话，一定是它非常的软。彩色底胶它并不能当做塑形胶来用，因为它是比较软的软胶。那么随着我们本甲的柔韧性进行非常好的贴服，才不容易起翘和分层。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关于起翘和分层会产生的原因以及避免方法，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和意见。后缘起翘，除了前置处理的死皮没有去干净，或者其他胶体超过了底胶的附着范围以外，遇到指尖分层和整甲剥落等情况，都跟刻膜有着很大的关系。刻膜主要是单向单刺，创造划痕，不要暴力刻膜，也不要反复打磨，把划痕磨没了。后面的视频详细剖析了这些方面。本甲被磨穿是因为刻膜过度了，博主反馈使用的是粗的搓条，这边判断是用了斑马搓刻膜。刻膜的标准是单向单刺，创造划痕，不可以暴力刻膜。本甲横截面可分为甲背、甲中和甲腹，其中甲背和甲腹都很薄。正确的刻膜是在不磨薄顾客的本甲的情况下，在甲面上产生划痕，从而让底胶嵌入到划痕当中，产生抓附力，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刻膜至无反光点。这种错误的刻膜还会导致人工甲的整体剥落，原因是反复打磨导致把划痕抛光了，变成了一个光滑的雾面，从而底胶无法渗入划痕，抓附力就会变弱了，就会容易产生起翘和人工甲整体剥落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磨薄了顾客的本甲。保软甲客户刻膜是不是要温和一些呢？划痕再轻一点会不会更好？答案是否定的。保软甲更重要的是避免它再次因为起翘分层，从而产生本甲剥离，会导致向甲床深处撕裂，因此划痕一定是要明显的。建议选择用晶体明显的海绵抛，单向单刺产生划痕。底胶涂布的时候，笔刷稍许用力，将胶体压入划痕，也可以使用干燥剂或结合剂作为辅助。单向单刺的同时，一定注意是不要反复打磨，把划痕磨没了就又磨薄本甲了。如果顾客要求卸除，也要留有一层残，然后涂布底胶作为保护。为了避免指尖分层，建议光疗胶后用320的修形锉把底部的形状线打磨一下，让本甲与胶体齐平，或者用金刚刺头将本甲打磨藏于建构胶的后面，这样就不会因为本甲露在胶的外面，而因为生活外力撞击产生本甲折弯而分层。本甲需要包边吗？不包边会分层吗？包边的意义在哪里？包边的目的是让每一层胶都能充分的、最大限度的在甲面叠加均匀，但是包边也仅限于少量的余胶轻轻带过，不至于指尖堆胶而不美观。堆胶有可能会引起你客户想要去抠它的欲望，那么不包边就会引起分层吗？答案是本甲硬的不会，但是本甲软的有可能会，因为保软的本甲会产生折弯。如果保软指甲的边缘突出于胶的边缘的话，哪怕只有0.01毫米，也会因为生活撞击而引起本甲折弯，从而产生分层。这是因为最先接触外力撞击的物体是你保软的本甲，而不是胶，所以应该在封层照干后，用320目的细砂搓条打磨底部形状线，使本甲与多层胶体一起打磨平整。因为有可能多层的胶的边缘位置都不在一个边界线上，打磨后本甲与上层胶体都在一个切面上，而保软的指甲还需要对指尖进行处理，让指尖的本甲藏在胶的后面，目的是为了让接受生活撞击的物体是胶，而不是本甲本身。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分层了。俄式精致打磨形状线的方法不仅美观，还可以避免分层的隐患。经过搓条打磨形状线之后，它不就把包边磨掉了吗？所以它也是没有包边的呀。因此包边不能代表它完全不会分层，而不包边也不能说明它就会分层。所以分层和包边没有关系，包边或者不包边都可以，但是打磨底部形状线才是必须要做的。本甲搓、斑马搓、海绵抛、纱圈、本甲刻膜头，该选谁刻膜本甲呢？首先，斑马搓是不能用的，因为它是卸甲搓，沙粒非常粗糙，会破坏本甲，甚至磨穿本甲，同时也会造成本甲上面产生很多的颗粒，清洁不掉，导致底胶很难完全的嵌入划痕当中，甚至会产生缩胶。最好选择颗粒明显的海绵抛，单向单刺的创造划痕，不要反复打磨，会把划痕磨没了。而很多海绵抛晶体并不
明显，所以很难达到有效刻膜。至于本甲刻膜头，它更加适合常规本甲的刻膜和口袋内部够不着的地方。但是要注意的是，它的转速是4000转，太快就会抛光划痕，就会没有抓附力，容易产生起翘和剥落。而纱圈比较适合用于甲片延长后的刻膜，建议选择150目的纱圈会更好。同样也是4000转，单向单次刻膜即可。我是刘岩总的 Lydia， 带你了解格式前处理，为行业规范标准化赋能。好的，这个视频我们就用彩色建构底胶，这个是蜂蜜棉花糖的颜色，来做一个彩色底胶建构的测试。本身这个本甲上面是我们已经做了刻膜的，但是没有做前置处理的一个情况下，给它做一个建构，然后看它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彩色底胶比较适合手足部的短本甲，胶质主要考虑与本甲的结合度。如果你觉得它不容易流品，主要考虑2个方面：一是环境温度过低，胶质变稠；二是取胶量太少了，它没办法像透明胶一样流那么快，因为里面有高饱和色浆。下面我演示一个长甲流平案例。首先薄涂一遍找范围，想要极致单色效果，后缘范围找到口袋里面去，像这样拐点。侧线边界线都找干净，就不容易留甲沟。接着取胶建构流平，这里的胶量不能太少了，要取成甲面铺匀颜色饱和就够了，相当于一遍厚涂的效果。这里注意指尖朝下，先轻压胶体，将胶送进口袋范围内，然后就拎着胶的头顶往前带，不要压笔刷。记住，先铺匀了才能流平，你得首先保证它有足够饱和度的胶量，但也不要太厚。只要能均匀就行了。接着会拐弯的拉线笔划拉，没错，就是笔尖轻轻划拉，带着多胶的地方往少胶的地方去就行了。看吧，基本上平整了，再倒置，让它收一下3边。如果你做的是短本甲，那是比长甲这个案例更快操作。它不是流平胶，流速没那么快，不要指望一点点就让它平了。好了，俩要点：别太冷的温度，别太少的胶。照灯记得2个60秒。